停！全世界正在发生一件可能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大事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，美国刚刚做了件史无前例的事情，连股神巴菲特都公开警告说，这个游戏2到20年内必爆雷。无论你有没有投资，无论你的钱放在哪里，这件事都可能直接影响你的钱包。我花了整整1周时间研究，发现了一个让我3天3夜睡不着觉的可怕真相。先给你看个震撼数据：5月20日，美国参议院66票火速通过稳定币法案，24小时内香港跟进。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如果你现在手里还抱着美元资产不放，觉得美元永远是避险天堂，那你真的危险了。先点个赞。我马上告诉你为什么美元已经从避险货币变成了风险货币。你知道美国现在有多绝望吗？他们居然开始拥抱数字货币了。这个曾经对比特币严防死守的国家，现在却主动推稳定币法案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美国在打明牌。什么叫打明牌？就是摊牌了，告诉全世界，老子遇到大麻烦了，得想招自救。这个大麻烦叫什么？特里芬悖论。听起来很专业，对吧？其实就是个死局，彻底无解的死局。我先用最简单的话给你讲明白这个悖论。美元想当世界老大，就得让全世界都用它，对吧？那怎么让大家手里都有美元呢？美国就得疯狂买，买的比卖的多，这样各国手里就有美元结余了。但这里就出现致命问题了，美国买的越多，欠的债就越多。现在美国欠了多少钱？33万亿美元。什么概念？每个美国人从出生那一刻就背着10万美元的债务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债务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而且利率还在往上涨。这就像一个人欠债越来越多，但收入却没怎么增长，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？重点来了，美国为什么突然要搞稳定币？第一个原因，方便全世界的钱流到美国。你想想，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外汇管制，包括咱们内地，有钱人想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保值，但钱怎么出去？银行不让，政府管制，怎么办？稳定币就是个绕道的工具。第二个原因更狠，这是最后的财富收割机。美国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当老大，让全世界的稳定币都跟美元挂钩，这样就能继续从全球吸血了。但各位，这恰恰说明美国已经山穷水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10年前的美国逻辑是什么？天天打压黄金，因为黄金强则美元弱，美元要保持霸主地位，黄金就不能涨。现在呢，美国巴不得黄金涨价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金库里还有8000多吨黄金，黄金涨价对美国反而有好处了。这就像一个曾经很有钱的人，现在快破产了，开始翻箱倒柜找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变现。你看到这个逻辑的彻底转变了吗？美元已经不是避险货币了，它正在变成风险货币。我再给你讲个更震撼的历史真相。美国这套玩法其实从1991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选错了路。从1945年到1991年，美国还是个制造业大国，全球工厂。那时候美元有实体经济撑腰，有真正的生产力背书。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，美国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，就开始作死。他们把自己从全球工厂变成了全球赌场，制造业大量外迁，金融业一骑绝尘。美国本来有个绝佳机会避免今天的困境，知道是什么吗？美洲一体化。如果当年美国把制造业搬到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这些美洲邻居那里，用强大的海军保护这片制造业基地，美元就永远有实体经济背书。全世界想买工业品，就得找美洲大陆，就得用美元。但美国没这么干，他们把制造业都搬到了遥远的东亚。为什么？因为1991年那会儿，美国觉得自己是地球村村长，工厂爱在哪儿就在哪儿，反正我军舰够多，我能管得住。现在怎么样？东亚这些制造业大国不听话了，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。制造业不在自己手里，美元就成了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。我给你举个具体例子，你就明白美国有多后悔了。你看现在的墨西哥，本来应该是美国制造业基地，结果呢，毒贩横行，经济落后，大量墨西哥人冒着生命危险要偷渡到美国。
如果当年美国好好经营美洲大陆，墨西哥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工作，谁还愿意去贩毒？谁还需要偷渡？这就是美国战略决策失误的后果。他们把地球当基本盘，结果发现根本控制不住。再看看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，咱们从来没想过要当全球赌场，一直想做全球工厂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人多啊，14亿张嘴等着吃饭，不可能都去华尔街炒股，只能踏踏实实造东西。你看咱们的新能源车行业技术多牛逼，但卖的便宜得要命。特斯拉 Model 3要30多万，咱们的车20万就能买到同样配置。有的厂家直接名牌拼刺刀降价，有的干脆新车当二手卖。为什么这么拼？目标是起量，不是暴利。所有中国车企利润加起来，还没日本丰田一家赚得多。这就叫薄利多销，这就叫实体经济。你明白了吧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。美国选择少数人发大财，多数人失业，咱们选择多数人有活干，但赚钱不多。我再给你举个更具体的例子，让你看看这两种模式的差别。河南有家企业叫胖东来，老板于东来做了件其他老板觉得疯狂的事，把企业大部分利润都分给员工，员工收入年年涨，涨的那叫一个夸张。然后呢，员工有钱了就消费，消费旺盛，企业生意就更好，生意好了，利润更多，又分给员工，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。这种模式什么都好，就是一个问题，没法复制推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符合人性。哪个老板愿意把自己的钱分给打工的？所以美国没选这条路，选了另一条，借未来的钱过今天的好日子。这就引出了特里芬悖论的核心机制，我必须给你讲透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钱包。美国这套玩法分2步，第一步，贸易逆差输出美元；第2步，金融市场回流美元。什么意思？美国疯狂买全世界的商品，买的比卖的多，这样各国手里就有美元了。然后美国打造一个永远上涨的股市，吸引这些美元回流投资。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这个永远上涨的股市，钱从哪儿来？理论上有2种选择。第一种，赚实体经济的钱，就像胖东来那样；第2种，赚债务的钱，借未来的钱。美国选了第2种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种太累了，而且利润微薄；第2种简单啊，印钞票就行了。现在美国每年新增的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，什么概念？就是借钱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而还钱的能力却没怎么提高。巴菲特在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说得很清楚，2到20年就会爆，你自己选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对特朗普的警告，也是对所有人的提醒。这个债务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。到时候美国有2个选择，要么违约赖账，要么疯狂印钞稀释债务。无论选哪个，美元持有者都是最大受害者。现在你明白美国为什么这么着急推稳定币了吧？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我再告诉你一个更可怕的内幕，美国现在连最忠实的小弟都保不住了。日本这个跟了美国70多年的小弟现在也扛不住了。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260%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日本政府欠的钱相当于日本全国2年半的总产值。日本怎么撑到现在的？超低利率，几乎零利率。但现在美国为了吸引全球资本，必须提高利率，日本就跟着遭殃了。你看，现在日元大幅贬值，日本央行频繁救市，但效果有限。为什么？因为资金在往外流。日本的钱去哪儿了？大部分去了美国股市。但现在美国股市也不安全了，日本投资者开始撤退，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。所以我说，美元从避险货币变成风险货币，这不是预测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那对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具体影响？我给你一一分析。如果你手里有美股美债，是时候考虑减仓了。不是说明天就崩盘，而是风险在快速累积。聪明的投资者早就在悄悄调整策略了。如果你还在迷信美国资产的避险属性，真的该醒醒了，分散投资，多配置一些实物资产，黄金、房产，甚至比特币，这些在通胀时代都比美元强。如果你在做海外投资，
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，欧洲、日本、新兴市场都可以考虑。如果你在做生意，尽量减少对美元的依赖，能用人民币结算就用人民币，能用其他货币就用其他货币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要再相信美股永远涨的神话了。我给你看个逻辑你就明白了。过去几十年，美股持续上涨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对吧？但你知道这背后的逻辑吗？很大一部分涨幅来自估值的提升，而估值提升的背后就是债务扩张和流动性泛滥。现在债务游戏玩不下去了，这种上涨模式还能持续吗？所以你看，整个美国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，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，全都在疯狂举债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稳定币是美国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吧？美国现在的逻辑是什么？既然传统金融玩不下去了，那我就在数字世界里继续当老大，让全世界的稳定币都跟美元挂钩，这样我就能继续收铸币税。但这招能成功吗？我觉得很悬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数字货币的本质就是去中心化，美国想要控制，但控制得住吗？第二，其他国家不傻，凭什么让你继续吸血？中国在推数字人民币，欧洲在推数字欧元，大家都想分一杯羹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美国的信用还能撑多久？一旦市场失去对美国的信心，什么稳定币都救不了。我再给你一个更深层的判断，美国现在搞的这些小动作，包括稳定币法案，本质上都是在透支最后的信用，就像一个快破产的赌徒，把房产证都押上了，想翻本。你觉得这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？记住一句话，当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美国这几十年的繁荣，很大程度上是债务吹出来的泡沫，现在债务游戏玩不下去了，该还账的时候到了。那咱们应该怎么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？第一，检查你的资产配置，如果美元资产占比超过50%，赶紧调整。第二，增加实物资产配置，黄金、房产，甚至一些稀缺商品，这些在通胀时代都能保值。第三，学会看懂经济周期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周期的转折点，谁能看懂趋势，谁就能在风暴中保护自己。第四，保持现金流，不要过度负债，保持足够的流动性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保持学习。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我最后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觉得美国这次真能通过稳定币自救，还是只是垂死挣扎？你现在最担心的投资风险是什么？你准备怎么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？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还在抱着美元资产不放，赶紧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。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咱们一起交流讨论。记住，投资有风险，但不学习更有风险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